首先，我们在选择传感器的时候，这边传感器呢，目前是有配2个，一个是5000牛的，一个是500牛的。我们现在先装5000牛这个传感器。首先，将传感器装入这个装甲位置，然后将这个螺母往上紧。将传感器的线对准这边的插头，这边有一个切口，对准这个插头的切口插上去，将这个外部的一个固定螺母现在传感器是已经装好了，然后如果要更换传感器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同样的步骤，将这个螺母松开，然后将这里的插头松开，将这个线直接往外面拔出来就可以。然后这边配了一个气动夹具，以及一副气动加磁夹具。首先，我们先将气动夹具安装起来。这个是上夹具，手托夹具下方，对准这个传感器这边，将这个固定销从这个孔这边插入，然后同样的把这个螺母往下并，让它并紧。然后将下夹具按照同样的方法放在下面，将底部的螺母往上并，将气动夹具气管与气动夹具进行连接，将刚才有气的这根气管插入上夹地的一个上孔，然后另外一根插在夹具的下面。下夹具也是按照同样的方法，这一根气管直接插入下夹具的下端，另外一根气管插入下夹具的上端，然后这个气动夹具配了3对夹片，分别是抓样法类的一个，测试的夹片25×25的，以及做调样法试验的一个夹片40×60的，以及做梯形撕破类试验的夹片40×160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夹具这边，在拆放这个夹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子一手托住这边夹片，然后往右推或者往左推，能将这个夹片轻松地取下。上下夹具同样的一个方法，这个夹片这里面这一片，上下都各有一片，它是作为公共的夹片。这个是不拆卸的，就是说我们放夹片的时候，只要放这个外面的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装夹调样法的一个夹片，拿一片40×60的夹片装在上夹具的一个外部，然后下夹具也同样的方法装在夹具的外部。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更换夹片以及选取合适的夹片进行装夹。现在我们进行更换夹具，这是一副气动的一个顶破夹具。首先按照同样的一个方法，将这个装夹在上面的气动夹具先拆卸下来。拆卸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将气管拆卸。
在拆卸这个气管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气管接头，我们先将外部的一个环往里面按压，然后同时将气管往外面拔。插气管时，直接往里面插到底就可以了啊。拆卸的时候，先外面这个环先往里面压，然后再往外面拔。下面的一个同样的方法，然后将这个固定螺母松开，手托住家具下方，将固定插销取下，然后取下家具。下家具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拆卸。现在我们开始装启动顶破家具。这是气动顶破家具的下家具，将下家具装在下方。这个是上家具，它是配有2个顶破头，分别为直径25和38。顶部的头呢是可以进行单独更换，就根据我们试验要求，所选择所需要的一个顶部球头，直接旋开锁紧即可。将顶部球头锁到底。同样的方法，将其固定在传感器处。下家具这边，我们将气管连接，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手动的档杆，我们可以先手动的先试一下升降是否正常。这个是它的一个试样台，我们在取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直径大小进行取样。将样品放置于这个试样台上，然后放入家具中。手动开关压紧。下一步就可以进行试验了。刚才讲的这些就是家具以及传感器的一些装加方法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操作步骤。打开电源，在设置界面，现在装的是顶破家具。通过这边按键头向上或者向下，选择弹子顶破的标准，点击确定，设定相对应的参数，然后点击测试键返回。标准要求设置它的一个下降速度为300，上升速度这个没有关系，这个是做完测试的时候返回的快一点，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设置大一些。点击返回，参数设置完成，我们将采取的一个样品放在我们的这个在试样台上，然后放入这个家具中间，将手动开关拨紧。此时样品已经锁紧。这个时候我们测试之前先点击清零，然后点击运行，然后此时这个行车已经自动的往下走。此时它的一个顶破头会持续的往下压，
直到样品顶破的时候，它这个行车会自动返回。在返回的同时，我们可以把样品打开。此时的样品已经被顶破了，所以它行车就自动返回了。顶破的试验方法就是这样子。现在我们再来讲解这个气动家具的一个试验方法啊。现在我们拿条样法为例，在做试验之前，我们首先要调节两个夹片距离。按照这个步骤，我们不知道开机的时候夹片的距离，因为我们放完家具的话，距离是错乱的，所以我们第一步先用卷尺，先量出目前家具的距离。比如说现在是156毫米，然后我们再设置界面，通过箭头向上或者向下，调到我们的一个试验方法，调样法。将刚才实际测量的一个距离156，先初步输入它的这个初始长度，然后点击测试键返回界面。此时这边我们输入了一个156，就会在这个初始长度这边显示。它的实际的一个位置是不准的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先行车置位。此时它的一个初始长度，以及它的一个行车位置，两个位置都已经找准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再根据我们标准的需要，将初始长度设置成我们所需求的一个长度。标准要求为100，就直接在这个初始长度里输入100，点击测试返回主界面。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回位，行车位置自动回到这个初始位置，到了100就会自动停止。此时行车已经回到我们设置的这个距离为100，在这个位置之后它会自动停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。根据标准的要求，我们可以设定它的一个上升速度。因为它在做这个拉伸断裂类的测试，它行车是往上走，所以我们在设置速度的时候，对于它的一个上升速度，它是有要求的，根据标准要求设置为100。下降速度，这个可以适当的设置大一些。设置完成，点击返回，然后再到设置界面，再检查设置界面里面的参数是否设置。这边有一个衰减率，它是作为判定试验是否终止的一个依据。其他的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输入即可。点击测试键返回，先点击清零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将试样准备好。根据调样法的一个试样方法，有效宽度为50，中间格距为100，就是说我们在取这个样品的时候要满足格距100，但是要满足两边夹具能够夹持。所以我们取这个样品的时候，我们取宽度为50，长度是大于100。我们这夹片按照夹片的距离，我们是50/40，两边的话是80。现在装夹的话就是取个200毫米的长度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将样品通过气动加持开关加持试样。
这边有一个脚踏开关，脚踏开关左边对应上家具，右边对应下家具，开关踩到底，启动家具这边会进行一个加持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内部参数设置好的情况下，它的速度以及设置界面这边的它的一些参数设定完成之后，此时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试验了。点击屏幕上的运行按键或者仪器中的绿色启动按钮，此时就会开始进行测试。当样品被拉断的时候，行车就会自动的返回。